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德国首都柏林，我住在一个房东家里，他的房子比较大，所以他会有的时候呢把自己的房源放到网上去短租出去。这是我第3次来他家。像这样的民宿的形式啊，在欧洲好像是蛮流行的。比如说我在西班牙也住过这样的房源，我喜欢这样。一个是呢，他租出来的东西要比酒店便宜得多；另外一个呢，可以住进人家，比如说德国人家里啊，或者是西班牙人家里，然后呢，相当于你可以更深入了解他们当地人的生活，这是我喜欢一种方式，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呀。因为在这里呢，比如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房间，共用一个卫生间，因为他这家就他一个人，是个退休老人，大概有70岁了吧，具体年纪多大我没问，反正就是一个独居老人。然后他这个房子真的很大，可能有100多平米吧。据说他是大概30年前买的，30年前买的时候是，他说是15万欧元，现在我估计这套房子100多平米已经涨到大概70万欧元左右，从当时15万涨到70万，已经涨幅很大很大了。然后他说，就是好在他当时买的这个房子，现在呢，他说很多德国人根本就买不起，因为像这70、80万或者60、70万这样一套房子，对普通的工薪阶层绝对是一种梦想。所以他就说他很幸运，因为他当时他是可能家境不错吧，他母亲去世的时候，他说给了他一些钱，所以呢才有钱买这套房子。我们回到这里啊，我这是第3次来他家里，前2次特别是第1次的时候我来，他肯定问我啊，我从哪里来，怎么样，然后我就告诉他我是中国人，然后他一听说我是中国人，他当然就像普通德国人一样，特别的喜欢说自己可能他认为自己很懂，其实我们听起来就很可笑。他就说中国怎么样，你们也知道，就德国的媒体对中国都是负面的为主，对吧？90%几都是负面的，所以他跟我说中国的事情的时候，他以为自己很了解，但是我听起来很不舒服，因为都是说中国这不好那不好，我就觉得这人的那个情商太差了，对吧？你有一个客人来你家，你为什么要跟他说他家里呢不好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一般的中国人可能很少会这样吧，但是德国人就是有这么脑残，可能他以为啊，他谈论的中国的话题可以引起你的那兴趣，然后呢，觉得啊，我谈论中国就表示我这个人很关心你们中国事情哦，对吧？但是在我看来，就好像我吞了一个苍蝇下去一样，很难受。于是呢，我就没有跟他深入，我就第1次我告诉他，我说，最好呢，我们不要谈论政治方面的东西。你生活在德国，你又不懂中文，可能你看到的东西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啊。我说我不喜欢谈论这方面的，而且我认为你跟我说的东西好多都是不对的。然后他当时有点不高兴，但是我没有反驳，我就说，今后我不想跟你谈论关于中国政治方面的东西。第2次我来的时候，我就根本没有给他机会，就没有谈论政治啊。这次来，今天早上在吃饭的时候，因为他这个住宿是包括早餐的，所以我跟他在吃早餐的时候，他不知道为什么又跟我谈到什么俄罗斯怎么样了。我知道他是特别讨厌普京啊，或是不喜欢俄罗斯的，这肯定是这样，因为大部分德国人都是这样，对俄罗斯有很深的仇恨。然后说俄罗斯侵略什么乌克兰怎么样，然后还马上带了一句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你们中国现在支持那个俄罗斯。”我听到就来气了。我说你德国支持乌克兰，可以支持乌克兰，那中国如果支持俄罗斯，为什么不可以啊？我说况且了，中国没有支持俄罗斯，只是跟俄罗斯做生意，没有给他提供武器，不像你们德国。然后他就特别来气了，然后说中国怎么样，然后就说啊什么那个新疆维吾尔人啊，就是种族灭绝的事情，然后说西藏怎么样，意思就是说中国压迫啊什么怎么样，对，他就这样。我就说了，我说对不起啊，你所谓的那个新疆呢，就是你们西方炮制出来的假新闻。他一听到我说的是假新闻之后，他特别生气，他就说我帮中国说话怎么样。我说当然了，我是中国人，而且
我既生活在中国，也生活在德国。我说我看清了你们德国的虚伪，看清了你们这个制度的一些缺陷。他听到之后，又更来气了，因为这个时候真的我不想给他面子了。你们知道吗？德国人他是得寸进尺的。我们很多中国人以为啊，为了所谓的面子，为了那个关系不要那么搞僵，和谐一点，然后呢，我们中国人有息事宁人的这种想法。我知道德国人啊，所以我已经不想再惯他了。我就想今天把他讲明白。我说对不起，你说的东西我是不同意的。你可以说你的，但是我也可以说我的。我不要同意你的东西吧，因为你说的不是事实，对我来说。他说：“难道你说这个事实吗？”我说：“我知道我说的是事实，但是你不同意是你的问题。而且了，我说我既懂中文，也懂德语，也懂英语，我既可以看我们中国的那个新闻，我也可以看其他中国之外的华文的媒体啊。但是你呢？你只会德语，对不对？你只看你德国的东西，而且况且了，我说，德国虽然有所谓的新闻自由，但是你得到的信息都是片面的。我说的这个片面这个词，他也很生气。我继续，你德国可以报道呀，但是你的新闻来源是什么？你德国的新闻来源是什么？不是 CNN 就是路透社，你说对不对？他无话可说。我说上面就是很多很多关于中国的假消息。你生活在德国，你只看你的媒体，所以你不知道。我说你就被洗脑了。他听到说被洗脑，他又更生气了。我说就洗脑呀。他说难道你不会洗脑吗？你看你中国的东西，你的中国的宣传。我说我可以看德国的，我也可以看中国的，而且我经过两方面的那个新闻来源，我会思考它。而你呢，你只有看你德文的，对不对？而且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前面提到可能是70岁左右，对不对？我没问他年龄啊，是一个很典型的德国老人，对于新技术排斥。他也用智能手机，你们知道吗？他用智能手机干嘛？只是用来打电话、发短信，然后呢，可能发一下 WhatsApp， 完了。他绝对不会用手机去看新闻，也绝对不会在网上购物。而且他每天固定的一个任务呢，就是每天早上读德国的报纸，是平板媒体，就打印出来那种报纸，还是老式的报纸啊。在早上吃早饭的时候，因为他是退休老人，大把的时间，一边吃早饭一边看他们的日报。这是很典型的德国老人他的生活方式。我就说了，我说你的消息来源真的就是这样。再提到，我说新闻自由你们有啊，但是你所谓的新闻自由，只是在你德国政治正确这个框框之内，这些话你才可以讲，其他话你绝对不能讲。我说当然，你德国人可以去骂德国总理啊。我说骂了有卵用吗？你作为一个普通的德国人，你骂了，可能出了一口恶气，有用吗？这样说了之后，他就好像无话可说了，就是答不上话来。我说话说了，我就是看清了你们德国，所以我正在放弃德国国籍，我不要德国的护照了，而我想申请中国的护照。我说我正在办理，他没有接话，可能他感到很意外，因为他之前跟我说，他说你看现在德国乌烟瘴气，有那么多的外国人在这里。我说你不能怪外国人啊，你德国的法律是这样，允许他们来德国。如果你觉得外国人太多了，应该叫你们德国的政客、法律制定者修改德国法律啊！你不能怪外国人涌入啊！如果你的法律严格，不接纳外国人，那不是一个外国人进不来吗？对吧？而且很多难民，当时我说2015年的时候，默克执政的时候，是不是打开大门接纳他们，所有人都可以进来？你现在怪外国人多了。首先我说你要怪你们的政府。虽然我是德国人，我是德国的护照，但是呢，我不认可这个政府的做法，我也不认可现在你们所谓的这个民主制度。然后他一听到我这么说了之后，他也很生气。他说：“你像很多在德国外国人一样，拿德国好处，不懂得感恩，还抱怨。”我说：“我怎么要感恩了？我在德国，我交那么多税，养活那么多的人，他们应该感恩我才对啊！我在德国做出贡献呢。”我说我就是看清了你们所谓的这个民主制度有很多的缺点，我真的说了缺点。我说德国的柏林真的是一个很脏的城市，
我说随便一个中国城市要比他那个干净 N 倍。当然他没有去过中国，他绝对不会相信我说的，但是我说的是实话呀。他说对，柏林是个很脏的城市。我说现在不是柏林的问题，像德国它的宪法规定啊，每个人都应该有个住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但是实际情况怎么样？你看柏林那么多无家可归的人，那你的德国的宪法用来干嘛的？而且呢，德国既然有那么多钱，为什么不把钱花在照顾自己国家人民身上，而把这钱扔到给其他外国去，比如说给乌克兰？他也答不上话来，因为我说的是事实啊。确实在德国有很多无家可归的人。我说了，你也知道，在德国老年贫困是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说退休的很多老人，他们退休金都不够，无法过活，生活不下去。我说这不是你们制度的问题吗？我说你们的制度有很多的漏洞，所以我看清了，我才不稀罕所谓的民主制度。而且我说了，比如说像北约去别的国家发生战争啊，然后他说你不要说北约，我们今天话题不是说北约，因为他说不下去之后，他就不想谈这个话题了。另外我说了，你自己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，对吧？但是你知道它原因是什么吗？他说什么原因？我说北约东扩了5次，扩到人家俄罗斯门口去了，人家俄罗斯万不得已才这样的，难道你不看前因后果吗？他当然不承认这个，他说是原来苏联那社会主义国家人，他们愿意加入到北约进来啊，是人家愿意啊，这是他的理由。我其实还想说，我说如果你完全可以东扩到俄罗斯家门口，那当年苏联想把导弹架到那个古巴去，为什么不可以呢？我还没有讲完，他就不说这个话题了。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德国人，他硬要跟我讨论这方面的话题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就是想打开天窗说亮话。中国人啊，你们在西方绝对不能惯着人家，一定要把你们真实的想法把它讲出来，得罪他也无所谓，让他觉得你这个人，这个中国人是不好惹的，否则他以为你软弱可欺，然后呢，相当于复读机一样复读他们那个媒体报道的东西。我当然没有叫他中国去看一看啊，用你的亲眼眼见为实，没有，因为像这种人他也不会去中国，因为70岁的人你还怎么样去说服他？所以我说我和你的这个观点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所以呢，我不想跟你讨论政治方面的东西，因为政治这话题是很难沟通的，因为你的观点和我的观点实在相差太远了。说着说着，他就很气愤，他是抽烟的人，然后呢就拿着他的盘子啊，就跑到那个阳台去了。我一个人在厨房里面吃饭，他去抽烟，然后去看报纸，这我无所谓啊，我落了一个清静，对吧？好好吃我的饭。这就是我今天呢想跟大家反馈一下一个非常典型的德国人。然后呢，你给他面子，他不买账，然后呢硬要跟你说，他认为是事实，认为看到的东西，他媒体报道都是真的，我就反驳他。我说现在就是因为你们的那个体制出了问题，不是因为外国人多了，不是什么这个社会乱了，而是因为你们这个制度有缺陷，所以怎么样。我还给他说了，如果你们体制没有问题，没有漏洞，那为什么会选出一个像德国前外交部长这样一个傻瓜傻逼出来呢？他听了我讲贝尔伯克之后也没话说了。我还跟他说了，我就想戳他的痛处。我说啊，德国其实就是美国一个殖民地，你德国有美国驻军，对不对？你德国的外交有独立性吗？什么都要听美国的，对不对？当时贝尔伯克的时候说德国要无限度的支持以色列，我说现在德国新总理也是这样啊。他说不仅德国是这样，他说所有欧洲国家是这样。我说那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你德国是不是美国的殖民地？德国人当然不喜欢听这个词，绝对不喜欢听德国是美国殖民地这个词。但是我就是想戳他，你们知道吗？戳他的痛，因为这对德国来说应该是一种耻辱啊。我知道他，所以我就这样故意来怼他的。他无话可说了吧？我说你德国就没有独立性，就是一个美国的殖民地。你看，我戳了他的痛处。既然你的民主制度那么好，
但是为什么选出这样的政客？然后他说，美国那个特朗普也是个特例。但是我说特例也是他所谓的民主制度选出来的吧？所以朋友们啊，你们与西方人交流的时候、打交道的时候，一定要抓住他们的痛处来说，让他根本就无话可答，根本无法辩驳了。所以今天早上可以说，我们的讨论是从他一句提到中国开始，然后我怼他，然后把我很多想说出来的东西，有些是气话，我把它说出来，让他真的无话可说。而且我可以告诉你，我说，不仅是现在，而且将来，这个德国还有欧洲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地方，只会这样。我是给他手势，越来越坏。他也同意啊，因为他自己也看到了，他年轻的时候德国是怎么样，而现在德国又是怎么样。所以他现在在德国属于衣食无忧的人，但是他看到了，比如说他出去买东西的时候，也看到街上的那些画面，所谓的风景线。比如说我们楼下这里就有很多非洲的那些卖毒品的人，然后呢有一些无家可归的，然后到处都很多垃圾啊、涂鸦等等。地铁站一股尿骚味儿，街上那个大麻的味道，真的，这里乌烟瘴气的地方可以说是柏林一个普通的街区，有代表性的街区，他也看到了，无话可说。因为我说的可以说句句都是事实，即使他认为那些不是事实的，比如说我说那个所谓的新疆问题是西方炮制出来的，他就不相信啊，他认为我是在骗他，而他死死地认为他们西方媒体报道都是真的，这点让我感到非常气愤。而且我说了，今后呢，在欧洲还会有宗教战争。我说穆斯林和你们的基督教今后肯定这个冲突会越来越多。他当然不能理解，他说没有那么严重。我说让时间来证明一切吧。你看，这就是一个德国人，可以说给脸不要脸，他硬要跟你争，然后呢，最后大家不欢而散，然后他还以为我是听了中共的宣传被洗脑了。而真正被洗脑是他自己，你们知道吗？他自己生活在信息茧房里，他只接受西方这信息来源而不自知。其实对我来说无所谓，因为我知道德文普通德文是怎么想的，所以他这样说出来对我来说一点都不意外。所以呢，我也不抱什么任何的希望能够说服他怎么样，无所谓。因为时间肯定是在中国这边，虽然目前遇到了很多的问题，但是总体来说，我认为啊，我是100%的认为，中国这个发展前途绝对要比西方好，绝对要比德国好。德国是在走下坡路的，西方在走下坡路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可能在海外有一定生活经历的人才会理解我说的话，而中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总体来说是在往上走的。唉，朋友们，你看。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啊！今天我在德国真正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情，一个德国的相当于白左，然后呢跟我大大的谈论，他以为知道很多关于中国的东西，然后呢想跟我说，他自己自讨没趣，然后呢给我怼回去之后，他就恼羞成怒。后来呢，大概过了1个多小时，在客厅就看见我了，然后就跟我道歉，他说对不起，他说今天早上呢我们说话呢有点激烈，我们今后呢不要再讨论这方面的东西。我说可以啊，我不想讨论，跟我道歉了，我就相当于什么事没发生一样。而且我觉得我把我这话把它讲出来了，我出了一口恶气，然后呢他可能还稍微理解我一点点了，比原来可能更理解一点了，我认为啊。不过这真的对我来说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把我的气话说出来了，我出了这口恶气，我感到更好受一点。好的，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，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。